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2月15日星期二，欢迎走进一波新闻热点。美联社：加拿大特鲁多援引紧急权力平息抗议活动，总理特鲁多周一援引紧急权力平息卡车司机和对 COVID 限制感到愤怒的抗议者即将实施的一系列计划，不仅包括示威者的设备，同时也将对他们的银行账户和生计进行打压。在援引加拿大的紧急情况法时，特鲁多排除了使用军队的可能性，该法案赋予联邦政府恢复秩序的广泛权利。相反，政府威胁要拖走车辆以保持基本服务的运行，冻结卡车司机的个人和公司银行账户，并暂停其运行设备的保险。弗里兰也是财政部长，他表示，政府还将扩大其反洗钱法规，以针对用于支持非法封锁的众筹网站。特鲁多没有说明新的镇压何时开始，但他保证紧急措施将有时间限制，有地域针对性，并且合理且与他们要解决的威胁相称。1970年，特鲁多已故的父亲总理 Pierre Trudeau 在和平时期只用了一次早期版本的紧急状态法，称为战争措施法，以应对激进的魁北克独立运动。加拿大的大流行限制比美国严格得多，但加拿大人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他们。绝大多数加拿大人都接种了疫苗。加拿大的许多 COVID 限制，例如口罩规则和进入餐馆和剧院的疫苗护照，已经随着 Omicron 激增数趋于平稳而逐渐取消。斯洛利辞职之际，他被指控在警察局内存在欺凌及不稳定的行为。CBC 新闻 Peter Sloly 已辞去渥太华警察局长一职，并将在渥太华警察局长会议后公开宣布辞职。这位前负责人因处理卡车车队抗议活动而受到批评，该抗议活动对渥太华市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斯洛利辞职之际，消息人士告诉 CBC 新闻，他被指控欺凌和不稳定的行为，破坏了与高级领导层的关系，并损害了部队应对卡车抗议活动的能力。据称，斯洛利在同事面前贬低和谴责渥太华高级警察局官员，并且未能提出一个可靠的行动计划来结束危机。警察局内外的消息人士都表示，斯洛利的脾气很差，会对他的高级领导团队成员大喊大叫。渥太华警察局的消息人士表示，他们担心部队的领导层已经筋疲力尽，并且已经达到了崩溃的边缘。斯洛利于2019年10月成为渥太华警察局长，其任务是帮助该部队解决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改善对心理健康电话的回应，并重建与该市黑人社区的信任。出生于牙买加的有色人种斯洛利曾在多伦多警察局服役27年。他说，他想消除渥太华警察局的种族主义。周三 ，BC 可能会取消的限制。关于集会和活动的限制，社交限制，特别是涉及酒精时与疾病的快速传播联系起来的活动，并针对室内和室外个人聚会以及有组织的聚会活动场地、运动和健身设施、体育活动和赌场、礼拜场所、工作场所和各种节日。其中最严格的规定是彻底禁止室内婚宴和葬礼招待会以及售票的室内派对。音乐会、剧院、体育场馆和赌场等室内场馆只能使用一半的容量运行。只要有1人未接种疫苗的礼拜场所也可能只能使用一半的容量。禁止成人体育比赛，任何公共室内跳舞也是如此。肯定的是，该命令中包含的许多限制中的一些将被取消。预计在私人住宅室内会面的指导方针会有所放松。目前，一个家庭一次只能有不到10人来访，所有人都必须接种疫苗。曲棍球比赛等游戏的容量限制也可能被取消。预测 BC 将暂时保留口罩佩戴规定。酒吧、餐厅和夜总会本周可能会解除在这些场所跳舞的限制。亨利最初曾表示，疫苗接种证明将于2022年1月31日取消。然而，随着 Omicron 变体的存在，
它被延长到6月30日。鉴于政府继续推动所有民众接种疫苗，这一规则不太可能在周3改变。安大略省将于3月1日取消其疫苗接种证明令，口罩禁令继续保留。此外，安大略省重新开放经济的3阶段方法，这些措施将于2月17日凌晨12点后生效。将社交聚会限制在室内50人，室外100人。将有组织的公共活动限制在室内增加到50人，室外没有限制。取消以下需要接种疫苗证明的室内公共场所的容量限制，包括餐馆、酒吧或饮料和其他没有舞蹈设施的场所，非观众区的体育和休闲健身设施，包括健身房、电影院，会议和活动空间，包括会议中心、赌场、游戏厅和其他游戏场所，选择加入要求疫苗接种证明的室内区域。允许在体育场馆使用通常座位数的 50%， 允许音乐会场地和剧院的 50% 的正常座位容量。在需要接种疫苗证明的其余高风险环境中，包括夜总会、有跳舞的餐馆以及澡堂和性俱乐部，将室内容量限制提高到 25%。将室内婚礼、葬礼或宗教仪式的容量的人数限制提高到能够保持2米物理距离，如果该地点选择使用疫苗接种证明，或者如果仪式在户外进行，则将取消容量限制。杂货店、药店、零售店和购物中心等室内公共场所的容量限制将达到可以保持2米身体距离的人数。加拿大新增3位奥运冠军。速滑团队在女子3人组追逐赛中荣获金奖，同为冠军的 Parrott 赢得单板滑雪亚军。加拿大女子3人组团体追逐赛 Isabel Wiedemann、Ivana Blondin 和 Valerie Motet 周二以打破奥运纪录赢得了加拿大在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第2枚金牌。该队在决赛中与日本队正面交锋，并在整个比赛中落后于卫冕奥运冠军。加拿大选手在最后200米将差距缩小到 0.32 秒，但日本队因有队友摔倒，被加拿大超越，率先冲过了终点线。这是加拿大有史以来第1枚女子团体奥运金牌，也是继2006年都灵奥运会银牌后女子项目的第2枚奖牌。在男子方面， Jordan Belkos、Tejjan Bloman 和 Tyson Langelar 在决赛中以 13.38 秒击败韩国队，获得第5名。马克思·帕罗特赢得了他在奥运会上的第2枚奖牌，在大型空气滑雪板决赛中获得铜牌。俄罗斯从乌克兰边境撤军对原油价格影响。油价周二早些时候暴跌，此前俄罗斯表示一些部队正在返回基地，市场将其解读为紧张局势缓和的可能迹象。此前几天警告俄罗斯将在任何一天入侵乌克兰。获利回吐也推低了油价，因为投资者和投机者在周一早些时候油价触及96美元后开始套现。截至美国东部时间周二上午8点04分 ，WTI 原油价格下跌 3.31% 至 92.44 美元，布伦特原油价格下跌 3.03% 至 93.71 美元。地缘政治风险溢价继续推动石油市场，正如今天在俄罗斯表示将撤出部分部队并将其送回俄罗斯永久基地后的价格走低所表明的那样。俄罗斯国防部周二表示，俄罗斯军方正在通过铁路和卡车返回基地，据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俄罗斯否认他有入侵乌克兰的计划，而美国和西方最近几天表示，入侵可能迫在眉睫。温哥华今日主要的加油站普通汽油价格已由原来每升的 1.46 加元上升至每升 1.745 加元，多伦多平均每升为 1.499 加元。谢谢各位的收看，一波帮助海外华人及时了解、追踪全球各地发生的新闻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请点赞、订阅及转发。打开小铃铛，您就能及时收到本频道的更新通知，足不出门了解身边事、本地事、天下事。下期不见不散哦。